若受委屈就回来，家里还在。义父，我去把这件事了了。一个凡人旧袍也敢配清玄宗弟子，今日有好戏看了。林渊，今日我苏瑶因于此当众宣告，昔日你我两家所定婚约自此作废，仙路漫漫，凡尘有别，此约已不合时宜，亦阻我道途。33年隐忍，只配被当众踩碎。10几枚下品灵石，这是补偿还是把林渊的脸面买断啊？苏家连灵石都给了，林渊还站着不动，真要把脸丢尽吗？林渊，念在往日两家一点旧情，我苏家已为你在云水县城的福来记杂货铺谋了个伙计差事，活计不重，月钱尚可，足够温饱。这已是天大的恩惠，你还不快谢过小姐恩典？一个废物也配痴心妄想？他们要的不是退婚，是要我跪着谢恩。33年，就到这里。他把婚约信物摔了，不识抬举。回去吗？灶族冷了，药罐空了，连门槛上的烟灰印都比我活得久些。穿越的茫然，身无灵根的绝望，家族没落，还有今日那句不识抬举，今天都到头了。真正锋利的刀，是我始终不敢迈出的那一步。怎么回事？那东西，它在钻进我的右臂。它不是救我，是和我的骨头经络融合，疼得比坠崖还狠。痛停了，止血草的生机被它吸进来了，暖流往破掉的脏腑里走。渊儿，你在哪儿？是爹，他下到崖底了，别过来，太危险。渊儿，还有气儿，还有气儿。别怕，爹在这儿，爹来了，爹带你离开这儿。又吸走了，热流又进来了，断骨处在发麻。这烙印不止吞止血草，它会夺走草木生机来续我的命。渊儿，疼就哼出来，别吓爹，爹马上带你找地方避风。撑住，先到那处小石空，再回镇上求医，一定有活路。手指能动，手臂也能动，坠崖时明明骨头像碎了，现在怎么只是酸痛？胸口还疼，可比那时候好太多了。先坐起来，不能一直躺在这里。爹还在外面给我求医，我还活着，这条命得自己撑住，不能再等死。只是坐起来，就像把命又耗了一遍。伤口还被草药糊住了，爹真的把我救下来了。空的，那枚骨臼碎片果然消失了。这是小臂上怎么多了一块印记，像从血肉里透出来的深青色。碎片不见了，它进了我的身体，那股热意像从烙印中央一点点渗出来。它在进皮肉筋骨，最后流向丹田下方。坠崖前，那东西真顺着伤口进了我身体。手指能动，握拳也有力气再回来，可这烙印一点没变，不痛不麻，擦不掉，倒像长在血肉里。这里有水袋，有面饼，还有火草。先试试这烙印会不会对外物有反应。
不是刚才那种温热，他在指向这株草，像是在汲取。绿意被抽干了，1-2个呼吸就枯成灰褐色残渣，虚弱感、饥饿感都被冲散了大半，胸口也没那么闷了。这不是幻觉，它能抽走草木生机，再变成我能吸收的力量。又来了，分毫不差。这股热流稍弱，但一样进了丹田。它像过滤器，把草木精华炼成纯净能量，绕过灵气炼化，直接滋养血肉。我有救了。别急，车前草热流粗，小气草热流弱，却更清冽，差别一定有原因。热流几乎没有，苔藓也没瞬间枯死，是生机太少，还是精华太薄？死了的，彻底失去活性的，没用。这股热流带着清凉气息，连昏沉胀痛都散了些。药性也会影响效果。植物生命活性越强，品质越高，料就越足，烙印积得的快，我得到的热流越丰富，效果也越特别。从开始汲取草木精华后，那种胃里灼烧般的饥饿竟然快消失了。是身体像被直接补上了能量，草木精辉能绕过饮食消化，维持身体运转，也许它还能强化身体，加速伤势愈合。古玉碎片留下的印记，就是我在绝命崖底唯一的一线生机，全都不能浪费。只要还有草木，我就能撑下去。一丝一缕在变多，草木精粹真的能积累壮大。不行，头晕，太阳穴发胀，频繁激发烙印也会消耗精神。休息片刻，把意念沉入体内，试试能不能看清这股暖流。意念第一次真正沉入丹田，它确确实实存在，虽然稀薄得像小水洼，却正在滋养我的身体。擦伤淤青在发麻，连深藏体内的成就暗伤，也像被这股生机触动了。14岁烈野珠留下的旧患，先从这里。吐出来了，左肩和整条左臂都青了。草木精华不止续命，还能疏通旧伤。旧患真的松开了，那股炙色阴冷散了大半。草木精髓不止冲击疗伤，甚至能冲开陈年淤堵。铁面草补血益气，地金草舒筋，醒神草提神，全都不能浪费。像干涸的土壤被干住浸透，血肉正在一点点被温养回来。虚弱散了，步子也稳了，现在得想办法从绝命崖底出去。这崖壁近乎垂直，上面被云雾遮住，看不到尽头，可困在这里就是等死。手掌脚掌都裹紧，能多一点保护也多一点摩擦。左侧缝隙多，岩石凸起，还有老藤垂下来。从这里上，一步一步来，不能慌，不能往下看。一丝清凉补进来，刚耗掉的力气又被顶住了。脚下是深谷，崖顶还在雾后，可这烙印简直就是随身携带的微型补劫战。稳住，继续。那丛岩青菜生命力还算旺盛，在这灰岩壁上太显眼了。汲取，好东西，这能力在攀爬中的作用超乎想象。休整够了，上面落脚点少，得一口气攻过去。
全身重量都挂住了，脚下是深渊，不能松手，绝不能。右侧下方3尺，那道裂缝里还有一小簇植物。可知，再撑下去，左臂会被撕断。现在就是机会，唯一的机会。痛不痛已经不重要，抓不到他，我就会掉下去。左手要脱缝了，抓住了，吸取。呀，这股力量比之前狂暴太多了。左臂没有断，这股热气在撑住肩膀，血结藤已经被吸干了。稳住，先找落脚点，别再掉下去。暂时安全了。烙印不只是慢慢补力，绝境里它就是续命的猛药，必须上去。阿爹还在等我，我不能死在这里。灌入手掌、脚掌、腰腹，死一点也不能浪费。力量回来了，身体能听使唤了，百余掌不再是绝路。刺，有一股清泉灌进快干涸的体力里，再快一点，就差最后这段了。傻了，抓住了，我做到了，真的爬上来了。这里是断崖背面，天快黑透了。下山回镇的路在那边。阿爹如果去镇上找郎中，现在早该回来了。先回家，阿爹千万别出事。阿爹，你怎么蹲在这儿？你说句话。阿爹，你背上有血，手也伤成这样，你这2日到底去了哪里？阿爹，你怎么老成这样？嘴唇都裂开了，眼睛也全是血丝。渊儿，我的渊儿，阿爹还以为再也等不到你了。回来就好啊。都怪阿爹不该逼你去履行那门婚约，爹不该逼你去，那老石子的婚约咱不要了，人回来就好。阿爹这身伤都是为了进山找我，我不能再让他趴下去了。爹，我没事，你看，我真能动。崖底那么深，你一个人怎么回来的？有没有伤到骨头？快让爹看看。在崖底迷了路，找了些野果子充饥。摸到天黑才顺着溪流认出方向，慢慢爬上来的。爹，家里怎么一点粮都没有？你这伤又是怎么弄的？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只要你还在，爹就还有盼头。他不问了，是怕再听见我受过的血。可这屋里连活下去的米都没了。为了上山找你，我去求了隔壁王寡妇家，借了200文钱，买了新麻绳和盘山用的铁楔子。如今家里是1粒米1文钱都拿不出来了，这债200文，对猎户不是小数目。王寡妇精明，这钱恐怕不是白借的。爹，没事。债慢慢还，总能还上。粮食的事儿，我来想办法。我在山里认得些草药，明天我去附近转转，采些能用的，拿去镇上药铺换点钱米，先应应急。你才刚回来，身子骨还虚着，身上还有伤，山里风大路重，我心里有数。爹，你别担心，好好歇着，把身上的伤养养。我去烧点水，咱们先对付一口那饼子。
渊儿，别再进深山。草木精华能压住饥饿，也许还能换来活路。明天进山，必须弄清这烙印到底能做到哪一步。恶狼，更凶的东西，都比债务来得慢。我要验证烙印，验证这条路能不能救命。野狼沟到了，这字像险，也像狼。这里不像外面的山，草木气太浓，也太安静了。烙印在动，它在回应沟里的草木生机。既然有反应，就不能退。前面有老药，也可能有狼。我要先找到真正能让烙印起反应的药材。凝血草，凝血草能止血生肌，是山中猎户常用的救命药。可惜药性普通，价钱向来不高，急缺。比杂草的暖流厚实得多，这才是真正有用的药力。好东西。不对，烙印抽走的好像不是全部，那不是完整的生命力，更像是被抽空主心骨后留下的结构和框架。药气被抽走，草药的底子却还在。若是抽走精华能强身，留下的残渣又保有纯净药性，他未必一文不具。一次吸取，给他的不只是力量，还有一个可能换来第一桶金的机会。山里的药比我想的值钱。清热解毒的野草是果然还在，清凉、心热、温润，不同草药转化出的气息也不同，但都能补益身体。烙印触及极枯，草木精华化作精纯能量入体，留下的药渣却没有彻底变成废物。普通采哨人采集、晾晒、抛制，未必能保证每株药材药性充足、品相稳定。可这些药渣气味清晰，杂质极少，竟像天然精加工过的上等原料。这东西能卖钱，能卖钱。只要多收一些，拿到镇上的药铺试试价，也许就能换到第一笔银钱。再往里走一段，找些更值钱的。谁？小子，这片沟里雾重路滑，寻常人可不会一大早钻到这里来。家里缺药，进山碰碰运气。缺药？我看你刚才收的那些东西，气味倒不像寻常仙草。他看见了多少？小子，哪条道上的？这野狼沟深处，可不是谁都能来碰运气的。没点本事，小心把命搁在这儿喂了狼。老丈误会了，我就是山下林家坳的，姓林，叫林渊。家里实在揭不开锅了，听人说野狼沟边上有些普通草药，想采点换几个铜鞭，买点米粮。林家坳那边的猎户我大多认得，没你这号面生小子。再说采药，你用这柴刀采药？家里穷，趁手的家伙没有，胡乱认得几样山货，想着能挖点根基就不错。您看运气还行，找到点凝血草和石斛的根，品相好像还成。凝血草、石斛根，这成色。小子，你这真是自己采的？山沟边上寻到的，我也不太懂，只想着能换些米粮就好。运气确实不错，不是相当好。这凝血草晾晒的法，药性留存极好，比镇上药铺的大部分护色都强。这石斛根的品相也难得，若是完整的金条，怕是能直接送进百草根内柜。药渣比我想的还值钱。不过小子，光靠运气不行。这野狼沟越往深处走越不对劲，老夫采药30年，都不敢轻易往最里头那几道梁子去，那里雾重，容易迷路。前几日还有老猎户说，看见灰背狼群在深处活动。更麻烦的是潮湿洼地里的瘴气，不知不觉就能放倒一头壮牛。狼群瘴气，这钱再值也得有命拿出去。你采的这些算是边缘地带的好运了，见好就收吧，别把命搭进去。多谢老方指点，我就是在外围转转，不敢往深处去。去吧，赶紧换钱换米是正经。你这药渣品相好，去镇外东头的小坊市找那家百草阁，跟收药的学徒说是老徐头让你来的。他虽然压价，但货铺不走眼，该给你的钱不会少。谢老丈，不知老丈名讳？
就叫老徐头，沟里常走的都认得。这老徐头眼力不浅，若不是药渣品相说的不去，没这么容易糊弄。符文能淬药，也能惹眼，眼下最要紧是文，不能贪深处的奇药，先把这些换成米钱，活下去才有下一步。这种地方不能急，药材值钱，可我还没本事守住钱。小哥，收药吗？收，看货。他认得货，老徐头没骗我，百草阁不会把好东西当烂草收。这凝血草、石斛根，还有参金藤，品相怎么这么好？晒得真透，药性保留完整，几乎没折损。这些货都是你自己带来的？山里碰运气寻的，不多。路上遇见老徐头，他让我来这儿试试。老徐头让你来的？他说百草阁看货不走眼，该给的钱不会少。那老头嘴不饶人，不过这货不能按普通杂药价收，价钱不被压太狠。今天能换米粮，还能留点做打算。你这货不寻常，干燥、色泽、气味都稳，缺面干净，比散货强不少。我不懂行情，只求换些米钱。既是老徐头指的路，还请小哥给个公道价。你这怎么卖？我也不太懂行，但老徐头说百草阁看货公道，不会压价太猛。小哥您给个10成价吧。凝血草渣15文1两，石斛根渣30文1两，其他几种按品相10文到20文不等。你这大概有这些量，总共给你算1两3节银子，外加45个铜钱，如何？1两3节，购买不少米粮，也能给林霄抓几副便宜商药。行，就按小哥说的。这不是梦，也不是绝望里凭空想出的幻觉，符文真的能换来命的钱粮。多谢小哥，以后若还有这种成色的货，可以再送来，只是别混杂草，也别受潮。山里的草木生机能养身，换来的银钱能买粮买药，也能让林家再撑下去。第一次换来的银钱不多，却像一道窄缝，让林渊在困局里看见了活下去的路。买米，糙米还是细米？糙米，先称20斤，再给我留些铜钱，我还要去药铺抓伤药。从这一刻起，林渊学会把秘密藏好，把希望换成了握在手里的东西。接下来的日子，林渊的生活形成了一种新的节奏，紧绷、隐秘，却带着从未有过的希望。他不再只是采药，更像一个谨慎的猎人。猎物不是飞禽走兽，而是草木深处那一缕最精粹的生机，比前几日顺畅得多。只要不贪多，不惊动旁人，这烙印就是我最大的依仗。不能留下太明显的痕迹，草木死得太怪，早晚会惹人怀疑。他越来越熟悉烙印的力量，也越来越明白，这份力量不能示人，更不能被贪念牵着走。先活稳，再变强，一步错，银钱、烙印、性命都会一起丢掉。新的日子就在这样的往返中展开。山林给他生机，坊市给他银钱，每一次克制都是他在绝境里铺出的下一步路。小腿里的筋肉像是在一点点疏开，不是蛇，也不是鼠，是甲虫。五感的提升不剧烈，却确凿存在。过去要屏息才能捕捉的细响，如今清楚送到耳边。溪水在东南，离这里约莫1里半，比昨日听得更准。山林没有开口教他，可这具曾被判定为凡躯的身体，正在汲取与适应中被无声改解，力气也长了，不是猛然变强，而是每一日都比前一日更稳。那股由烙印转化积蓄的热流日益浑厚，没有灵根修炼的声势，却在骨肉深处铺下更坚韧的根基。不能总满载而归，更不能让人觉得我总能找到好货。药渣能换钱，也会露馅儿。他开始学会控制收获，也控制旁人的目光。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运气太好，落在有心人眼里就是祸。有时他低价出手，有时甚至空手回村。比起多换几文钱，他更在意自己的痕迹能不能被人忽略。成色是有点干净，可量腰带也不算上品，20文不能再多。行，您看着给。少赚一次不会死人，被人盯上才会。他以为自己已经足够小心，可坊池里的人眼和嘴从来比山峰更难避开。
即便如此，麻烦还是找上门了。林大哥，您可算来了。不对，以前只叫我小兄弟，从不会迎出门来。小哥今日倒是忙得很，怎么还亲自出来了？林大哥说笑了，您带来的货哪能让您在外头等着？快进来，快进来。有人在等我。今日货不多，只是些寻常药渣。若铺里忙，我改日再来也是一样。别呀，林大哥，掌柜的正好也在，您这货他亲自看，价钱肯定更公道。林渊忽然明白，真正扎眼的未必是他卖了多少药渣，而是有人已经开始在意他为何总能带来这样的药渣。快坐，快坐，外头日头毒，晒得慌，您先喝口水润润。太急了，不是买货，是等货。小哥今日怎如此客气？林大哥说的哪里话？您是贵客，理当如此，理当如此。他们已经知道这些药渣不寻常，只是不知道源头在哪里。好，品相还是这么稳，不比上次那批似乎更润了些。这是货款，林大哥点点，以后好东西，百草阁按最上等价现结，绝不拖欠。价钱多了近20%，爽快的不像交易，更像抛出的饵。钱是真的，货也是真的。多谢。林渊没有问为什么加价，也没有问谁要这些药渣。有些问题一出口，便等于告诉对方他已经察觉了危险。林大哥慢走，下回有货随时送来，一定啊！他在报信，那视线带着审视与算计，不急着扑上来，只像毒蛇吐金，先记住猎物的气味。让让，热死个人了，前头别堵着。有人盯着，不一定只有一个。他一次都没有回头，因为回头会暴露不安，也会让盯梢的人知道他已经看见了那只伸来的手。百草阁不能再去了，至少不能用林渊这个样子再去。这笔钱暂时能换来米粮和盐，也换来了一道看不见的目光。从这一刻起，药渣不再只是生计，变成了会引人追溯的线索。小子，最近风声不对，百草阁那个赵干事赵括，最近在坊市和几个靠得住的采药人那里打听一个面生年纪不大，却常能弄到上等药渣的年轻人。那人手眼通天，心狠手辣，早年在南边运孟泽一带，为了独占一条稀有药材采买路子，出过人命官司。听说一家子采药人都没了下落，最后也被他上下打点，屁事没有。如今他管着庆余堂名下好几家药铺的货源采买，在这一片是真正的地头蛇。你卖的那些药渣成色太齐整，也太新鲜，根本瞒不过老油条的眼睛，已经引了他的注意。你最近最好别再去百草阁了，连这一带访视都少来。那人鼻子比山里的柴狗还灵，心比墨还黑，凡是被他盯上的肥肉，不连皮带骨啃下几口来，绝不会罢休。果然，最后一丝侥幸也该断了。多谢徐老张提点，小子记下了，绝不敢忘。这番话分量不轻，老徐头在可能被盯着的地方安排这场偶遇，冒的也不是小风险。老头子，我那女小云你是知道的，娘胎里带出来的弱症，心脉不全，常年离不了参茸之类的温补药材，吊着性命。百草阁部是庆余堂的药，品质是好，可那价钱贵呀。有些话不用说尽，林渊也听得懂。庆余堂卖的是药，也是穷人不得不咬牙吞下去的命价。赵括这个名字像一块刚从寒潭底捞上来的石头，冰冷坚硬，沉甸甸地压在他心口。我以为只是多卖几包药渣换几口饭吃，可在他们眼里，这已经是一块无主的肥肉。他清楚，自己小心求精出的求生路，已经被更强大的掠食者嗅到了味道。回来了，山里冷，快进屋灶上粥歇会儿吧，剩下的快好来。这米熬出来香，肚里也暖和。这样的安稳太薄了，风一吹就会破。院外柴火余响渐渐提息，屋内却有另一场更沉的盘算正无声开始。这些银子不能挡住赵括，也不能买来真正的安稳，却能在他不在的时候
替父亲多撑几日。爹，等我回来。银子、衣物、干粮、柴刀和抄本，是他能带走的全部底气。躲着只会等人找上门，我要先找到变强的路。他不知道前路会通向哪里，也不知道更快变强的机会是否真会出现。可留在原地，已经没有答案。赵括也好，庆余堂也好，只要我还弱，他们随时都能伸手来拿。夜色吞没了少年的背影，却吞不掉他心里刚刚燃起的那点冷硬火光。正经访视规矩多，眼睛也多，他要找的不是体面安稳的去处，而是那些边角缝隙里可能被人忽略的机会。这里鱼龙混杂，正适合藏身，也正适合淘东西。黑水集不像百草壳所在的坊室那般干净有序，它更像一条浑浊溪流，什么都往里卷，也什么都可能沉在水底。越乱的地方越要沉得住气，越便宜的机会越不能露出想要的眼神。培元丹补气养身，今日只收3块碎灵石，过了这村可没这价。这符还能用，别是一拍立纸废纸。爱要不要？黑水集的价还想买仙门里头成色。这里的东西真假难辨，贵贱无常。道友想求护身本事，就得看正经传承，小摊野策练坏身子可没人陪。越会招呼人的地方，越贵，也越容易被人记住。没人会多问来处的东西，没有吆喝，也没有体面包装，这种摊位反倒更像藏着被人厌弃的旧东西。看就看，别翻烂了。第一层蟒牛桩，第二层皮魔断，第三层筋骨鸣。名字粗笨，却正合他眼下所需。不是只教蛮练，装法、呼吸、发力都有。这东西能给我打底，只要能练，就比乱撞乱砍强得多。这本怎么卖？正宗打捞筋骨的蟒牛劲，要不是缺了最后一层心法，20两银子都不止。5两银子，少一个子儿不卖。撑死了就是个强身健体的庄稼把式，对我这种想进山多猎点野味补贴家用的有点用，但3两银子顶颠了。4两银子你就拿走，这可是真东西，练了力气保管长。这是昨日山坳里采到的益气草，3两银子，外加这一小把药渣的。这药渣晒得透，品色好，你自己留着用或者转手都不亏。成，给你了。黑水集里没有真正干净的交易，东西到手后，越早离开越少麻烦。过了这条巷，就离开几时。小子，走这么急，怀里揣了什么好东西啊？听说你最近发了点小财啊，天天往药铺跑，卖些个成色不错的货，赵爷对你挺感兴趣。识相的就跟哥几个走一趟，请你喝茶聊聊。几位大哥，是不是认错人了？我就是个穷哈哈，来这儿买本旧书糊口，哪里发什么财了？我不认识赵爷啊。铁牛气息粗重，像练过拳脚，另外2个只是混混，巷子窄，不利他们一起上。错不了，赵爷让你去，你就得去。有点意思，原来还藏着2下子。第一下避开了，可巷子仍被堵死。真正的麻烦现在才刚刚开始。还敢躲？太快了，来不及细想，身体已经先行。热流把松散气气拢成一股。来，几位大哥，现在还能说是认错人吗？妈的，邪门！臭家伙，废了他！那是我的刀。再上前一步，先见血的不一定是我。你别乱来！小杂种，站住！铁牛敢在黑水集堵人，未必不敢在闹市里喊人围我。咱追不追？追个屁！这小子邪性！去，马上给赵爷传话，就说那姓林的小子扎手，不是普通采药郎，让他多派几个好手过来。妈的，这事儿麻烦了。命保住了，东西也保住了。可赵爷若真盯上我，山坳那窝棚已经不安全，不能回山坳。铁牛背后的人迟早会去那里找我，
这里是老徐头的住处，偏僻破旧，却少有人特意盯着，没有心乱脚印，柴堆没被翻，水缸边也没人守。老徐头只是普通劳农，越是这样，越经不起赵括那伙人的一次牵连。这是他这几日攒下最好的一份药渣，也是眼下能还给老徐头的第一份人情。他不想让老徐头看见自己，更不想让暗处的人看清两人的关系。善缘种下了，恩情也算先还了一部分。更重要的是，这场间接测试说明老徐头家附近暂时还算安全，赵括的触角尚未伸到这片偏僻角落，安全只是暂时。赵括若真起了杀心，留给我的时间不会多。晨雾遮住了他的背影，也把他推向一个必须更快做出选择的清晨。先混进丹房，只要能留下来，就有药渣有消息，也有喘息的机会。对现在的林渊来说，回春丹房不只是谋生之地，更可能是他躲开赵括，积攒力量，真正踏入修行路的下一道门。回春丹房不算最大，老徐头提过，那里口碑尚可，掌柜也是讲规矩的生意人。这里不及仙城宏伟，却比黑水局多了秩序，也多了几分可以周旋的余地。赵括再横，也不敢在这种地方当街动手。至少今天，我有开口谈价的机会。越是安全，越不能显得急切。底层散修拿出太干净的药材，本身就惹人怀疑。药渣不能漏太多，也不能藏得太死。我要让掌柜看见价值，却看不见来路。只卖一点，试探态度，能留则留，不能留，立刻换地方。掌柜安好。客人是要抓药，还是出售药材？小子想出售些药材，还有一些别的，品类都寻常，只是处理上或许略有不同。药性保存极佳，杂质剔除的异常干净，这不是普通阴干或炒制手法能做到的。小友是哪家药铺的伙计，还是另有际遇？掌柜明鉴，小子并非药铺中人，只是偶然在山野间得到半卷古方残篇，上面记着些关于静制药材的粗浅法门。这批药材，小子愿全部奉上，不求银钱，只盼能换取一些基础炼丹常识，或是一两个最寻常不入流的丹方残叶。小子对丹道向往已久，苦于无人指点，求告无门。小友，请近前，仔细闻一闻这3道水痕残留的气息，道出其所模拟的药材做主次。这是差，古方之说站不住，若答得太准，又会惹人忌惮。小子斗胆，第一道清苦之气最盛，应是七星草；第二道微涩，尾端有一点回甘，像是清浅柳叶；最后一道藏得最深，带一点腥甜余韵。若小子没闻错，应是赤血藤。本房确需各类药材，只是直接用丹方交换，与规矩不合。这样吧，小友若不嫌弃，可在丹坊做个杂役，负责后院药材的分拣、清洗、切割，以及丹炉的日常清理维护，不付工钱，但每日可旁听1个时辰学徒们的丹理出企业讲解。另外，你每月可提供等同市价5两银子的此类静制药材，抵扣之后，可换取本房基础清心丹、培元散、止血粉3种不入流丹方的抄录权。多谢掌柜，小子林渊愿听掌柜安排。孙俪，过来。掌柜有何吩咐？这是林渊新来的杂役，带去后院安排住处，告诉规矩活计。分拣区正缺人。杂役而已，何老掌柜亲自开口，衣着寒酸却敢直视掌柜，莫非有门道？跟我来吧。活计嘛，这些天黑前处理完，每天如此。还有那边的丹炉渣渣，每天炼丹结束后都要清理干净，一点不能留。记住，前院尤其是炼丹房重地，没允许不准靠近。学徒们讲丹理时，你只能在门外听，不准进去打扰。做好你分内的事，别仗着掌柜让你留下就生出别的心思。丹方有丹方的规矩，我负责杂役和学徒的日常，我说的话就是规矩。明白，孙师兄，我会做好。那就好，赶紧收拾下开工。住处差些，活重些，都不打紧。
只要能听丹理，能摸到丹炉边缘，这地方便值得留下。又是这种感觉，比方前在钱塘药渣上更强。丹炉渣子里竟还藏着这样的药性，这药液能感应，甚至能演出来。别人眼中无用的炉渣，在林渊掌心第一次露出另一面，不是单纯感应，它能变药香，甚至能剥离杂质。丹房给他的第一件活是最粗贱的深检，可对林渊而言，这一堆无人愿碰的药草，正是他摸清烙印秘密的第一座药山。一个刚来的杂役，面对这等活已经半句不抱怨。越是这样，越不像寻常穷小子。有吩咐？盯着点新来的那个。就他？一个新来的杂役？看人别只看衣裳，每天干些什么，和谁说话，去了哪里，都给我记清楚。明白。那药材分拣那边，我也顺手盯着，尤其是留意他那些药渣是怎么弄出来的。一个杂役而已，就算真有几分门道，在这回春丹方，也得先学会低头做人。掌柜的容忍是有限度的，而我有的是时间和手段，不是吞噬，是共鸣。这些灰败之气若不剔除，入炉时会压住主要的清醒。药气内敛，根皮紧实，断面润度够，可归一类，少了灵动的另放。寻常杂役靠眼力和经验变药，林渊却像翻开一本立体而活着的药材图鉴，看见每一味药草深处的性情。水性药材精气流动快，洗得太久，药力反而会散，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像一个有些天分却只会按规矩做事的杂役。林渊，这批火夷子粉的不对，红色偏深的要单独放，那是年份足的，药性更烈。他说的没错，只是我已经按药性分过一次了。是孙师兄。那边也别空着，后院半个月没扫了，你去清一清。这些碎屑里也有残余药性，丹炉渣子、废药碎屑、霉败药草，在别人眼里都是废物。可烙印偏偏对他们反应最强，火梨子的余燥，碧柏藤的残尸，地龙根的着重，废成这样，竟还留着痕迹。别人眼里的脏活累活，在林渊这里成了一门没有先生、没有书册，却最真实的草木课。手脚慢就多做几遍，分错了整空重来。是，孙师兄。同样是七夜还魂，早采3日，清气服，晚采5日。苦一沉，重分一次，倒能看得更清楚。被这么折腾都不吭声，真是软弱可欺。日子在单调重复的劳作与暗中与观察里流逝，他没有靠近丹炉一步，却一点点摸清了丹房最底层的药性脉络。叶脉偏弱就轻放，根皮气重就久洗，刀口要稳，也不能稳得太像学徒。这团焦黑里有药性被烧散的痕迹，像是火候过猛。那堆灰渣发酸，或许是服药投入太迟。它像一块干燥的海绵，沉默地吸收着一切。药草的生机，废渣的败相，火候的痕迹，错误的余味，都在他心中慢慢沉淀成经验。不是单纯火候过了，这里面的药性散得太乱。这一次烙印传来的不再是温和共鸣，也不是细微感知，而是一种清晰、强烈、近乎刺痛的反馈。火性、寒性，还有一股沉滞着重的腐药气。这不是法渣，这是失败留下来的痕迹。烙印像把废丹崩毁的过程硬塞进我的脑子里，一点都避不开。青草的燥力，寒星草的阴寒，还有那股着重腐药，不是不能并用，是他们相遇之前已经失了次序。若在寒星草同入之前，先梳理青草过于外伤的火性，不是压制，而是让它内敛一些，不是吸收，也不是抽离，只是引导。太散了，一碰就乱。若用力些，恐怕反而会伤了药性。若真有一株青草在手，我能稳住它一息吗？半息呢？这个书上是这么记载的，先辈经验或许是为了让青草药性更易发挥。含糊。书上说先辈后投，循序入炉，方不乱丹气。
也许是为了提升承丹香气。若先不缓备，青草燥性外冲，寒星草阴寒一入，便像火与冰刃，各自碎开。你日常处理药材拿来我看。这是检验，不能露出半分异样。药材处理的不错，很用心。小子只是怕手脚粗笨，坏了丹坊规矩。基础扎得牢是好事。这里记着我早年整理的低阶药材搭配和处理窍门，还有几张不入流但略有巧艺的残方，不涉及丹道核心，或许对你处理药材有些许参考。多谢韩执事。去吧。外人眼中，这只是一本不入流的旧手札，可对林渊而言，它像一枚火种，终于落进了早已干涸多年的心底。药性无常，因势利导，微操之间，天地永易。药性无常，不是死记方子，而是顺着药材本身的势去引。我终于不只是清理药渣了，我也能亲手做出一点什么。掌柜，小子想兑换回气散的方子。回气散？你要它何用？小子想试试，纸上得来终觉浅，总想亲手做点什么。后院东角有间废弃的小丹房，矮屋里有具前些年淘汰下来的石质药臼，峭壁有细裂，较深了怕漏粉，不嫌简陋不耽误杂活，就借你一用。材料自备，丹房不贴补。从最简单的散剂开始，只要能成，便证明我走的路没有错。粉末没有沉下去，烙印在回应药性。最低等的散剂就在这间破败矮屋里开始显露出与寻常不同的第一丝变化。1比2比1，不能差。最简单的方子错半分也会偏性。方子上只写逆时针搅拌100次，使药性相融。不对，这样搅下去只会混而不融，药性互抵，最后仍是一堆废招。失败废丹那股腐败、冲突、崩散的气息，仿佛又浮到鼻尖。不能压，越压它们越散。那不是方子里写过的步骤，也不是手札中明示的法门，更像无数次感知共鸣后烙印在沉默中积累出的本能。调和并非削弱任何一方，而是让各自过剩之处收敛，让各自不足处流通。就是这样，让黄金须做桥，让青雨后各退半步。这香气纯和完整，比低级承丹更纯粹几分。成功了。不，这比方子上写的还要好。一个杂役少年在废弃矮屋里，用3味最低等的药材，做出了第一罐真正属于自己的回气散。成了，侥幸成功，运气不错。散剂纯度尚可，看来你平日处理药材确实用心，手感养得不错。多谢掌柜指点。若是巧合，未免太巧；若不是巧合，这少年身上恐怕有些旁人看不见的东西。废弃丹房和药臼，准你以后每月逢5逢10，休息日时借用2个时辰。谢掌柜。材料自备，损耗自负。若误了钱塘杂物，照罚不误。弟子明白，不敢单加差事。这罐回气散自己留着，别拿出去乱卖。掌柜看出来了，至少他知道这不是普通散剂。记住，丹道一途，基础为重，切忌好高骛远。谢掌柜提点，小子明白。掌柜在试探，也在观察，以后每一步都不能露破绽。韩执事的手技，掌柜的魄力，现在又是新方子，这个林渊到底还藏着多少东西？一个低贱杂役，凭什么？我倒要看看你到底还藏着什么。既然看不透，那就盯紧。一个人总会有舒适的时候，秘密也总会露出缝隙。力哥，有啥吩咐？李虎，哥带你不保吧？力哥照应，小的都记着。帮我个忙，盯紧新来的林渊。林渊，那小子不是挺老实的？老实？掌柜让他用废弃丹房，韩执事给过他手技，现在他第一次做散剂就成了。你觉得这叫老实？盯他每天干什么，尤其药材和破丹房，接触谁，说什么，怎么弄药都记清楚。
给我盯死了！力哥放心，小的明白。他放个屁，我都给哥记下来。好兄弟，哥不会亏待你。去吧，机灵点。他不是怕林渊现在有多强，而是怕这个看似沉默的少年正一步步走到他无法压住的位置。粉末吸毒混合先后，药性轻重，这些都比回气散难得多。新方子意味着新的机会，也意味着更多目光。掌柜的探究，暗处的嫉恨，都在提醒他，往后的每一次练手都必须更谨慎，不能急，先把基础打稳，也要把秘密藏稳。黑暗落下，他脑海中却并非黑暗。第一次成功，不是可以松懈，而是证明这条路真的走得通。符文之道远不止萃取草木精华，它能梳理药性，压住冲突，甚至改变药材原本的走向。越是基础散剂，越容不得半点偏差。基础才是最不能急的地方。洪文腾活血化瘀，力道中正，却带燥意。白剂收敛生魔，冰片清热止痛。若是暗方混合，药性未必能完全贴合。想把每一味药材的气调和到恰到好处，远比单纯萃取精华更难，也更耗心神。掌柜的探究还在，孙俪的敌意也不会消失。方子是机会，也是火光。以后每一次动手，都要像在别人眼皮底下行走，不能乱，不能贪，更不能让人看出烙印的存在。更清晰也更危险的修行路径已经铺开。林渊，这筐下午前洗净切好晾上，别耽误钱塘配药。有人在看，是李虎，还是孙俪派来的？孙离明里暗里的刀难与打乱，他都照单全收，甚至将到这些窥探与压迫当作磨砺心性和隐藏锋芒的另一种考验。还不够，粉末越细，造诣越明显，不能压，压得越狠，反弹越重。要顺着他的势，慢慢带回来。时灵时不灵，引导过早，药性尚未显形；引导过重，就会让本该内敛的造诣变成抵抗。这一次是力道过了。失败成了常事，烙印的小微反馈标出哪里冲突，哪里过度，哪里尚有余地。不是废了，只要知道错在何处，下一次就能更进一步。有时在药性冲突最剧烈的一瞬介入，反而能借那股碰撞之势，将彼此重新牵到同一条脉络上。成了一半，从合格到上佳，不是多一分力，而是少一分多余。林兄弟，又清点药材呢，这太阳毒蹲久了腰都酸，我帮你数量吧。那就麻烦李大哥了，只数这边的，别和旁边混了。林兄弟真是深藏不露，那手艺我看比不少正经学徒都强。听说掌柜的都夸你了，以后发达了可别忘了老哥啊。林兄弟真是深藏不露，那手艺我看比不少正经学徒都强。听说掌柜的都夸你了，以后发达了可别忘了老哥啊。哪有什么手艺，就是多练些笨功夫，比不得孙师兄他们领会。笨功夫能让掌柜看上，那也不是一般笨功夫。林兄弟是不是有什么家传土法子，教老哥两招呗？就是小时候见乡里郎中晒药瞎琢磨的，真要说法子，我自己也说不明白。李大哥若不嫌累，帮我拿些粗绳来就好，这边药材我自己慢慢弄。林兄弟这还叫练手？我看你迟早能进钱塘当个正经学徒。李大哥莫笑我了，我这点本事做坏的比做成的还多。既然你要看，我便给你看一个该看的林渊。不对，往常洪文腾是荤中带燥的暖流，此刻却像温水里掺进火星，这不是处理得当的洪文腾该有的味道。灼热、外显、尖锐，三种异感同时浮起。若有人在看，他便不能露出发现破绽的样子。越是异常，越要让异常看起来没有发生。先练成这一批，至于那节东西，不能在这里插得太深。粉色均匀，味见斑驳，
药性还能稳住。若假药混入，灼热会顶破白极收速，成品必定燥裂，轻则不合格，重则害人。这一包够合格了，他不能现在查，也不能现在问。最好的办法是先让设局的人以为这一局仍在照常进行。管事，这是今日制好的止血散，请您验看。若那段可疑药材真是有人故意混入，那么今日这包止血散的结果，便是对方最想知道的答案。林兄弟，最近止血散做得更顺了吧？听说库房管事都说你成色稳。稳什么？不过是挑药时多看两眼，坏的少些罢了。孙立、李虎、贾洪、温腾，若是同一条线，他迟早会再动。证据不能放在身上，也不能毁掉。它或许暂时只是一段无声的药材，却可能在将来成为撕开暗线的刀口。快到考核日了，这次不知又要考责哪几位基础药性辨识？听说韩执事可能会亲自到场。去年张师兄就是把土茯苓和布蛮弄混了，被罚抄单方300遍。他已经在等机会了。